我叫周雅宁，是个倒霉了20多年的倒霉蛋。吃完这顿饭，我该去死了。小时候，爸妈出车祸走了，我连他们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妈妈让我好好活着，可我这20多年，活得像个笑话。后来，公司破产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拼了命想站起来，结果摔得比谁都惨。3年前买的房也烂尾了，200多万，我爸妈留下的钱全砸进去了，结果连个响都没听见。还有那个谈了3年恋爱的男朋友，转头就睡到了我闺蜜床上。周雅宁，你现在一文不值，我凭什么还跟你？这个王八蛋，我替他背了一身债，他倒好，连分手费都省了。吃完了最后一顿饭，穿上了最贵的衣服。周雅宁，送自己上路也要体面一点。姑娘，来算一卦吧，不准不要钱。姑娘，说的就是你，别走啊，算一卦吧。切，我不感兴趣，你找别人吧。等会儿，姑娘，小道算了一卦，今天的有缘人就在这儿，肯定是你。来坐坐，不准真不要钱。算了，反正手机里还剩最后200，带到下面去也没用。这就对了嘛。小道陆清玄，师存邙山，是邙山派第78代真传弟子，这次是特意下山历练的。小师傅，你应该换个地方摆摊儿，这公园里全是老头老太太。你去大学城那边，凭你这张脸，生意肯定比这儿好。小道，我今日起了一卦，卦象显示有缘人在此处，看来定是姑娘你了。姑娘你天庭饱满，印堂发亮，眉眼间清丽脱俗，这相貌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顶级好命啊！好命？这小道士看着眉清目秀，没想到是个睁眼说瞎话的。要是这叫好命，那这世上恐怕没苦命人了。看你山根稳固，父母宫位极佳，家中父母定是富贵长寿之辈。姑娘你定是从小被娇宠长大，生平不曾吃过半点苦头吧？我爸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出车祸死了，双亡。啥？双亡？那你财帛宫丰盈，按理说应当事业有成，名下财帛厚实，一生衣食无忧才对。喏，看见那儿了吗？为了买那里的新房，我卖掉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，填进去了自己20多年攒下的所有积蓄，全款。那房子烂尾3年了。至于事业，我公司今年刚倒闭破产，还完债以后，我浑身上下连根针都没剩下。即便财运受阻，你夫妻宫红润，定然爱情美满，不久便能夫妻和睦，共享天伦。昨天才刚被甩，我谈了饭3年的男朋友亲口跟我说，他爱上我闺蜜了。就在我破产的当天。小道长，你这业务水平，怕是连大学城的学妹都骗不到。看着这小道士尴尬的恨不得钻进地缝的样子，我那该死的同情心居然泛滥了。小师傅，这200块是我最后的积蓄了，算我请你喝茶吧。认识你很高兴，就是你这业务水平确实还差了一点，以后得再加把劲儿啊。等等，我不可能看错，我茅山一脉相术，绝无这种低级失误。小师傅，现实就在这儿摆着呢，算了吧。不行，姑娘，你把你的生辰八字报给我，我再仔细算算，要是再错，这钱我双倍退你。算了，年轻人被打了脸，下不来台，我挺理解他的。反正去黄泉路之前，能多找个人说会儿话也挺好。行，那你听好了。不对呀，这不对呀，五行俱全，金水相生，气势秀气流通，这明明是人间1等1的富贵命造。姑娘，你等等，先别走。
你这是？这怎么可能？居然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！小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听好了，你根本不是什么苦命人，你是被人偷了命格了。啥玩意儿？命格这东西还能跟钱包一样被偷走？你本该是大富大贵、六亲俱全、婚姻美满的上等命造，这种命格是天赐的福报。但是有人眼红你的命，用了极其阴毒的手段，强行将你的命换走了。换命？按照我的推算，你这个生辰八字如果再往后推迟1天，刚好就是父母早亡、夫空被冲、命中无财的下等命造。现在你经历的一切，父母车祸、公司破产、爱人背叛，那原本都是那个偷命贼的人生。你是在替那个人受苦，而那个恶人正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属于你的一世荣华。小道长，咱们说点实在的吧，我是真没钱了。不瞒你说，刚才扫给你的那200块钱，就是我周雅宁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点家当。我今天原本就是打算去跳楼的，这命要是真这么值钱，我也没必要混成这样。所以，你要是想接着编故事骗钱，还是换个人吧。周雅宁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？小道长，命格被偷这种事儿，你让我怎么信？要是真能偷，这世界上还有穷人吗？你八字被人强行置换，这是逆天而行的大阴谋。你父母早亡，绝对不是意外，你们家的祖坟肯定出了大问题。你带我去你父母坟前看看，只要看一眼，我就能证明我没骗你。周先生当场死亡，周太太恐怕也不行了。宁宁，爸爸妈妈就要走了，你要答应妈妈，好好活着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妈妈，我坚持到27岁，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。要是现在下了地府，你们看到我这副鬼样子，一定会很失望吧？我确实很久没有去看爸妈了。既然要走，走之前也该去跟他们道个别。虽然我知道你可能是个骗子，但最后这点路，有个说话的人也挺好。行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小道本名陆清玄，还未请教姑娘芳名。周雅宁。周雅宁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出发。2张去江南小镇的高铁票买好了，走吧。那个钱我以后可能还不了你了，我现在连200块的高铁票都买不起，居然还要跟着一个刚认识不到1小时的陌生男人回老家，这陆清玄到底是图什么？没事，不需要，走吧。网上的新闻看多了，我这种走投无路的人最容易被骗去国外嘎腰子。可转念一想，除了腰子，我身上确实也没啥值钱的地方。周姑娘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咱们现在是去你老家，又不是去我老家。那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村里人都认识你。这大白天的，我能把你怎么样？说的也是。
这女的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？这组合也太魔幻了！我操，顾浩泽！这男的居然是顾浩泽，我的高中同学。他在老家可是出了名的顶级富二代，家里光厂子就有10几个。以前的他眼睛长在头顶上，谈的女朋友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，长相堪比小明星。几年不见，顾浩泽的口味竟然变得这么离谱。顾浩泽，是我呀，周亚宁。周亚宁，天哪，好巧啊！这得有8、9年没见了吧？阿泽，这是谁呀？哦，阿离，这是我高中的老同学周亚宁。怎么感觉像被一条毒蛇盯上了，汗毛全都竖了起来。顾浩泽，你这次回老家是办事吗？带阿离回家见我爸妈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真爱啊，这绝对是超越跨次元的真爱。虽然这阿离长得确实一言难尽，但能让顾家这种豪门点头，这姑娘福气可真够大的。那个，坐久了有点渴，走，周姑娘，咱们去餐车买瓶水。周亚宁，你那个同学被下降头了，咱们得救他。清玄小道长，你作为一个出家人，怎么能以貌取人？那个女孩子确实是不太好看，但万一人家特别有内涵，特别善良呢？你不能因为人家长得丑就说人家是妖魔鬼怪吧？无量天尊，我的亲姐姐，小道说的下降头，那是正儿八经的邪术，不是形容词。你同学中的是降头术里最阴邪、最恶毒的一种虫降——桃花降。桃花降，这种降头极为残忍，下降的人会将特制的降虫放进被下降者的身体里。那种降虫通体粉红半透明，最喜欢钻进人的大脑里继续，然后一点一点慢慢蚕食大脑。不到1年，被下降的人就会变成一具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行尸走肉，对下咒的人言听计从。而2年时间一到，降虫就会彻底吃光人的脑子，到时候你这个老同学必死无疑。对下咒的人言听计从，而2年时间一到，降虫就会彻底吃光人的脑子，到时候你这个老同学必死无疑。停停停，陆大师，我可是堂堂985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，你在这儿跟我讲生物变异还是科幻惊悚片呢？你看我长得像个桃花降吗？还是说我长得像个降头师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咱们讲究点科学行吗？哎呀，我的亲姐姐，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？那些降头师阴狠毒辣，心思极其诡异，尤其是下这种桃花降的女人，对自己的降人有着近乎疯狂的占有欲。等会儿回到座位，你一定要万分小心，他肯定会千方百计的递东西给你吃，不管是什么，哪怕是一口水，你也绝对千万死都不要接，记住了吗？占有欲？不会吧？这可是高铁，是21世纪的和谐社会，真有这么离谱、这么邪门的事情？如果这个所谓的降头是真的，那陆清玄之前说的换命格也极有可能是真的。那么，我爸妈当年的车祸根本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有人为了偷我的命，亲手策划的人祸。我被人盯着害了整整20几年，我的人生，我的父母，全毁在了那个人的手里。
他妈的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冷静，周亚宁。陆清玄说了，中了桃花酱的人眼尾会带粉色，而且会疯狂喝水。只要观察一下，就知道他是不是在编故事了。真的，一模一样。这是我自己做的糖果，来一颗。妈耶，真的被陆清玄说中了，这女人真的开始递东西了。是啊，亚宁，你快尝尝，我们家阿离最会做糖果了，这味道比市面上卖的那些大牌都好吃，你一定要试试。太可惜了，我最近在减肥，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绝对不能吃糖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可惜了。不到30分钟，整整10瓶。顾浩泽的肚子难道是个无底洞吗？陆清玄说的竟然全是真的。顾浩泽真的被这个诡异的女人下了降头，那我也没得跑了。换命格是真的，我这20几年的倒霉，父母的惨死，全都是拜这种邪术所赐。糖不吃，那这个呢？这可是我自己烤的面包，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阿离姐，真的太谢谢了，但是我真的在减肥，医生说我面粉过敏，吃了会休克的。不给面子！住手！哎呀，阿离，你慢点儿，别吓着老同学。雅宁，你别介意啊，我们家阿离就是太热情了，他是真心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。周亚宁，你给我过来一下，我有急事跟你说。快进去！陆清玄，你干嘛？别废话，快张嘴！天地玄双眼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。张嘴！今天早上之前，我还在想，就我这种被换了命格的烂命，再惨也惨不到哪儿去了吧？事实证明，人真的不能乱立旗帜。谁能想到，我现在竟然躲在千万级造价的高铁厕所里，跟个疯子一样吃着燃烧的符纸，真是他娘的！给我吐出来！这什么东西？找死！我可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谁能告诉我，说好的建国以后不能成精呢？这么离谱的封建迷信，真的没人管吗？你刚刚是撒了一包盐，就这么简单的解决了？总算保住你这条小命了。多数蛊虫其实和蚂蟥的生理结构差不多，撒了盐之后，它身体表面会形成高浓度的盐溶液，由于渗透作用，它体内的液体会迅速流出来，只要流干了水，这蛊虫自然就脱水而死了。都他妈什么时候了，老娘差点被这种怪物吃掉脑子！你现在居然在这里跟我玩走进科学，这科学吗？
这他妈一点都不科学！陆清玄，咱们真就这么缩在这儿？那可是我的座位，我花钱买的票。周姑娘，那象头师手段阴毒，真要在火车上打起来，这满车厢的普通人都要遭殃。咱们现在只能暂避锋芒。真够窝囊的。我周雅宁活了20几年，头一回被人吓得连座位都不敢。 The train now arriving at platform 12 is train G133 from Shenzhen North to Shanghai Hongkou.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. 陆清玄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顾浩泽还在那女人手里呢，他会被吃掉脑子的。当然不能见死不救，只是高铁上人多眼杂，施展不开。等我回去好好准备准备法器，我定要去收拾那个象头师。周雅宁啊，周雅宁，你可真够怂的。刚才跑得比谁都快，现在才在这儿装救世主。上高2那年，爸妈出车祸没了，学校给我免了学费，同学给我捐款。顾浩泽的爸爸二话不说就送来了10万块钱，等我毕业挣了钱想去还，他爸妈死活不肯收，说那是慈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欠顾家一个救命的人情。可刚才被那降头师一吓，我居然只想着自己跑路。陆清玄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？那可是会出人命的。我知道他家在哪儿，我带路，而且我跑步很快，关键时刻肯定能给你帮上忙，绝不拖后腿。无量天尊，小道果然没有看错，雅宁姑娘，你真是个难得的好人。到了，这就是我爸妈。你家怎么能在坟边种石料树？怎么了？石料树多子多福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不对劲儿，太不对劲儿了。陆清玄，你拿钳子干什么？这树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长钉子？谁干的？石榴树根系极其发达，随着年份增长，这些树根会像蛇一样深深扎进阴宅的墓穴深处。一旦墓玄被树根扎入，亡灵便再无安居之地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树根会扎进逝者的尸身里。你说什么？你看看这一圈，整整7棵石料树，树干布满钉子，树根在地下交叉缠绕锁死。这在术法里叫天罗地网阵。这个阵法能把死者的魂魄永世困在这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由于树根穿体之苦，时间久了，你父母的魂魄就会魂飞魄散，从这天地间彻底消失，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树是我大伯当初亲手让人种下的，他说这是为了我爸妈好。下手的人真狠，他偷了你的命格，导致你父母横死，他当然怕，他怕你父母的魂魄去地府告状，所以才布下这断子绝孙的阵法，把他们封死在墓穴里。只要等这树根把魂魄搅碎，他们就会彻底消亡，这世上就再没人能告他的状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这些年我家做什么亏什么，越来越败落。可大伯家却像坐了火箭一样，换了大房子，买了豪车，甚至还开启了工厂，连堂姐周雅芳都能轻轻松松出国留学。不对，堂姐比我大2岁。陆清玄说换命格的人和我生日只差1天，那偷命的另有其人。而大伯家，他们竟然是帮凶。
陆清玄，你等着，我去村里借把锄头，我要把这些鬼畜全都刨了，我要把我爸妈救出来。雅宁，冷静点。冷静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爸妈走后，是大伯和大伯母收留了我。他们总说我是亲闺女，让我安心住在家里，一直供我读完大学。他们对我真的太好了，甚至比对亲生女儿周雅芳还要好。家里有点好吃的好喝的，永远第一个想到我。为了这事儿，周雅芳不知道跟我闹了多少次脾气，哭着喊着说她爸妈偏心。我一直以为那是这世上最纯粹的亲情，可谁能想到，那所有的宠爱竟然都是沾着我父母鲜血的补偿吗？还是说那是怕我发现真相的糖衣炸弹？大伯，大伯母，你们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了，怎么能是害死我爸妈的帮凶？雅宁，别冲动，这些树现在不能砍，阵法已成，强行破阵会伤到你父母脆弱的残魂。听我的，先别打草惊蛇，我先布个养魂阵，想办法把你父母被搅散的魂魄重新聚起来。陆清玄说了，换命格不仅要八字，还要我的头发、指甲，甚至是我最心爱的信物。宁宁，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用头发编手链，咱们一人剪一节也来编吧，好不好？宁宁，我来帮你剪指甲吧，你看你的指甲都划到我手臂了。听话，姐姐帮你剪。宁宁，你的娃娃能不能给我玩几天？姐姐拿那个最漂亮的公主和你交换，好不好？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周雅放家却像换了一家人一样，青云直上。那个偷了我八字、换了我命格的人，一定和我大伯家有往来，甚至是他们最亲近的人。我要冷静，周雅宁，你绝对不能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不能打草惊蛇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好了，阵法成了。雅宁，咱们接下来去哪里？你这身打扮去我家，大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。走，先去给你买身衣服，我们要体面的回去。还不错。哟，这不是宁宁吗？还真是稀客。姐，好久不见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唐家地产的千金唐安然小姐，这是我堂妹周雅宁，在外面混得一般。安然，你别介意。宁宁，真是宁宁回来了。如果没看到坟头的长钉，我真的会以为你是这世上最疼我的长辈。宁宁，这次来就在家多住一段时间。你那房间啊，大伯母天天让人打扫着呢，床单被褥都是新换的，干净着呢。谢谢大伯母。这位是我同事，你们叫她小陆就行。我们正好一起来这边出差，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要麻烦大伯大伯母啦。大伯、大伯母，打扰了。出差好啊，小陆一表人才，快请坐，别客气。那个周雅宁，听说你和顾氏集团的那个顾浩泽是高中同学，交情还不错哦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唐安然唐小姐就是顾浩泽的准未婚妻，说起来你们也算不是外人了。未婚妻？可是我今天下午在回来的高铁上，刚好遇见了顾浩泽啊。
他带着他女朋友，说正要回家见家长谈婚事呢。你说什么？他带了谁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和我同事都看到了，我们坐的是同一班高铁，那个女孩就坐在顾浩泽旁边，两人亲密得很。周亚宁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顾浩泽和安然马上就要订婚了，日子都定在下个月了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看来这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是被人截胡了。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。稳住心神。安然，你听我解释，安然。周亚宁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唐安然是谁？唐氏地产的千金，你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？你既然知道，还敢乱说话！唐家是我们家最大的客户，他家手指缝里随便露出点工程，就跟我们一家吃香喝辣一整年了。现在你把他给彻底得罪了，你让我们家怎么活？我怎么就得罪他了？我只是在高铁上遇到了老同学，顺口说句实话，实话也犯法。你真看见顾浩泽带着个女的？不是为了在安然面前显摆你认识顾大少？千真万确，不仅我看见了，小鹿也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女的长得挺特别，顾浩泽亲口说是见家长。坏了坏了，要是这订婚宴真的办不了，唐安然指不定要发多大的脾气，这迁怒下来，我们家的场子还要不要了？陆清玄，你说什么？唐安然就是那个偷了我命格的人？怀疑，目前小道也只是怀疑。你刚才没发现吗？那个唐安然面相极差，他颧骨高耸且无肉，天庭塌陷，这分明是一副多灾多难、克尽父母的吉凶骨相。可他看起来明明很有钱，很有气质。这就是诡异的地方，他那副骨相外，隐约覆盖着一层极其浓郁的贵气，就像一个本该沿街乞讨的乞丐，突然穿上了一身极其华丽的龙袍。违和到了极点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只有两种可能：要么是他做了惊天动地的善事，强行改变了运势；要么就是有极其厉害的高人偷梁换柱，动了他的八字。那该怎么确定？如果他的生日和你只差1天，那基本就能100%确定是他了。一定是他，心里的直觉疯狂地告诉我，就是这个女人。周雅芳那种性格，却心甘情愿给唐安然当跑腿跟班，还有大伯母对她那副小心翼翼、殷勤讨好的样子，简直卑微到了土里。眼下有个大麻烦，你那个高中同学顾浩泽被降头师阿离盯上了，而唐安然又是顾浩泽的未婚妻。所以呢？降头师对自己的匠人占有欲极强，唐安然作为挡路的未婚妻，估计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狗咬狗，一嘴毛？那正好，省得我亲自动手。雅宁姑娘，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万一那个唐安然真的不是偷你命泽的人呢？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，那咱们见死不救，岂不是眼睁睁看着那降头师伤及无辜？我们学道之人，绝不能坐视不理。如果他生日和你只差1天，基本就能确定是他。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。躺在地上。好命，
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命格呀！听说了吗？周家那闺女是天生的福星，在家旺父母，出嫁旺老公，多财又多福。可不是嘛！自从那孩子出生，周家生意蒸蒸日上，这不，下个月就要搬到城里住别墅喽。原来祸根在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。全村人都知道我的八字好，全村人都知道我能带财。奇怪，所有的检查指标都正常，为什么就是高烧不退？这种昏迷，我们完全找不到病因。10岁那年，也就是2009年，那场检查不出病因的怪病，病好之后，我以为是重生，结果却是深渊。从那以后，我家的生意每况愈下，爸妈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直到最后双亡。唐家就是在这一年突然发迹的。我一定是在10岁那年被人强行换了命格。唐安然，如果你的生日真的和我只差1天，明天我一定要找周雅芳确认这件事。姐，早啊！你今天打算去看唐安然吗？干嘛？你昨天不是还把人得罪了吗？哎呀，姐，我昨天那是没见过世面。昨晚我搜了一下才知道，唐家地产那么牛逼。我高中同学群里都在传，说唐安然家住在一个特别大的庄园别墅里，简直跟皇宫一样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这辈子还没见过真正的庄园别墅长啥样呢，想去长长见识。土包子，那是你没见过大场面，安然家那才叫豪宅。行吧，正好我等下要去他家安慰安然，你就跟着我一起去吧，别到处乱摸乱碰就行。谢谢姐，姐你对我真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顾浩泽，你就算再不想同意这门婚事，也犯不着找这样一个女人来气我吧？你看看她那副样子，是个人吗？看这架势，我都怕唐安然下一秒会当场爆血管。唐安然，我不许你这么说阿离。在我心中，她就是这世界上最好、最完美的女孩。顾浩泽，你居然找这样一个又老又丑又黑的死肥婆来羞辱我！滚开！哪来的脏东西？刘姨，你是死人吗？客厅里有苍蝇，你看不到吗？我们家养条狗都比你有用。幸亏在高铁上我比较有礼貌，只是吃了一口带土的面包，而不是这种绿头苍蝇。趁现在，快走！陆清玄，你走慢点儿。那个，唐安然刚才吞了那个绿头苍蝇，是不是也中蛊了？都怪小道瞎了眼，刚才在客厅看到唐安然为人如此刻薄，对保姆非打即骂，定然没做过什么善事。现在可以确定了，他绝对就是那个偷你命格的人。那他刚才吞下去的会死吗？死不了，那降头师睚眦必报。唐安然骂他又黑又胖，他就用降头让唐安然在短时间内变胖、变黑、变矮。啊？长胡子、长痘痘、掉头发，一样都不会少。虽然不会危及生命，但足以让他生不如死。你管这叫不会怎么样？好一个不会怎么样！降头师果然很多，这简直是把一个爱美的豪门千金往绝路上推啊！换回命格极其复杂，需要准备大量法器和时机，不能急于一时。当务之急是先救你同学顾浩泽，他脑子里的降虫快成型了，他比唐安元危险100倍。好，听你的，咱们现在就去顾家。雅宁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到过阿泽带回来的那个女朋友了吗？阿姨，我在高铁上见到了。我和他爸对他以后的女朋友真的没什么要求，穷富无所谓，只要人品好、聪明上进就行。可阿泽带回来的那个女人，看着顾妈妈哭得这么伤心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可下降头这种事，
该怎么跟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长辈解释？阿姨，您别急，您看阿泽这几天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被人催眠了？啊，催眠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认识个很厉害的催眠老师，要不我明天带阿泽去看看？就是那个女人，她像个背后灵一样，每天24小时跟着阿泽，这不太方便。阿姨，只要能把阿泽单独带出来就行。雅宁，好孩子，你说阿姨怎么早没想到呢？阿泽这几天确实不正常，对他那个女朋友言听计从，两人看着不像情侣，倒像是主仆。明天我想办法，就说带那女人去买首饰，死命拖住她。雅宁，阿泽那边就交给你了，你尽管去。阿离，你看这见面礼还满意吗？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公司那边还有个紧急文件，必须要阿泽亲笔签名。阿泽去签文件？你就在这儿陪阿姨再逛3圈，阿姨再给你挑条项链。阿泽签完字，马上就回来接你。好，阿泽，快去快回。过来了，阿泽一个人。张嘴，急！我操！谁暗算老子？周雅宁，怎么是你？我家司机呢？这什么情况？大哥，你总算醒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中邪了？你被人下了降头。周雅宁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别吐了，那符纸只是暂时隔绝了降虫对你脑子的控制，顺便迷惑住那个降头师。再不走，等降头师反应过来，你脑子里那东西就要自爆了。大哥，你到底是怎么招惹上那个恐怖女人的？我真是冤死了！前2天去魔都出差，刚到酒店门口，看见保安在推搡一个胖女人。我看她身形臃肿，大太阳底下摔了一跤，还以为是个孕妇。我他妈就是看她可怜，走过去扶了她一把，谁知道刚把人扶起来，看了一眼她的眼睛，我整个人就断片了。这个社会太复杂了，顾大少，以后长点记性吧。我操！陆大师，雅宁，现在可是夏天，正午12点啊！这太阳要把我晒化了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顾浩泽，别乱动。清玄师傅说了，你体内的降虫最怕阳气，现在是午时，阳气最盛。你在太阳底下暴晒2小时，把你晒干了，那降虫在里面待不住，肯定会顺着香味爬出来喝水。你就忍忍吧，这可是救你的命。这小身板儿，难怪被那降头师一眼就相中了，确实有点资本。来了，虫子要出来了。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恶心、最奇异的画面。我第一次觉得粉红色竟然能让人想自测双眼。他在看我们，他居然有眼睛！妈呀，他过来了！清玄师傅，第一现场交给你了，靠你了！想跑，晚了。不，总算逮住了。
行了，顾大少，别咳了，命保住了。我操！周亚宁，老子不干净了！我嘴里进过那种东西！啊！周亚宁，我求你了，今天这事，这辈子都不能说出去，绝对千万不要跟别人提起，太丢脸了！老子以后还怎么混啊？顾浩泽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前2天你还带着那个降头师在大街上招摇作势，当众宣布那是你女朋友。估计全城的人都以为你换口味换到这种地步了。完了，顾浩泽的一世英名全毁了。别急着想英名，向虫解决了，但那个降头师还没解决呢。什么意思？你还得回去，继续和那个可怕的女人假扮情侣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什么？我还要回去亲近那个怪物？杀了我吧！下周找个借口，再把他骗到这里来。我在你身上放了降虫的一滴精血，短时间内他察觉不到异样。但你要是露了马脚被他发现，那你就得陪他一起死。只有把他骗过来彻底解决，咱们才能一劳永逸。陆清玄，你说他回去能演好吗？别一进门就被那降头师看穿了。有精血护体，只要他不当场吐出来就没事。走吧，咱们也该回你大伯家收网了。大伯，我今天去爸妈坟前看了看，总觉得那几棵石榴树长得太密了，阴森森的不好看。我想着过2天找人把它们刨了，换成清香的桂花树。绝对不行！宁宁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。那石榴树是你爸爸生前最喜欢的树，而且都种了这么多年了，坟上的风水是能随随便便动的吗？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？大伯，我怎么记得我爸以前对石榴没兴趣，而且石榴树根系深，万一钻进墓穴里……宁宁，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轻重？那是阴邪，这种事情怎么好说变就变的？你当是换件衣服那么简单啊？我爸妈的坟墓我说了算，我今天是告诉你，不是来征求你们同意的。而且，大伯，我明确告诉你，我爸爸从来就不喜欢什么石榴树，是你记错了，还是你另有打算？谁在那儿？顾浩泽，你大半夜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嘘，小声点。周亚宁，你可算出来了，老子快憋疯了。你不在大宅里好好陪着你的降头师小宝贝，大半夜鬼鬼祟祟跑来找我干啥？呸呸呸！周亚宁，你损不损啊？什么叫我的降头师？那是索命鬼。陆大师呢？他在哪儿？他在里面跟我大伯2口子套话呢。你别着急，陆清玄说了，这几天阴气重，不是动手的好时机。他有些法器还没准备齐全。唉，我刚才带那女人去买珠宝首饰了，趁她挑得眼花缭乱，我借口说公司有几千万的合同要签，这才拼了命溜出来的。看来女人对黄金珠宝果然没有给抗力，连那种阴森森的降头师也不行。这不是天上的星星，是钱的味道。有钱真好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被换掉命格，现在是不是也过着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而不是在烂尾楼和自杀边缘徘徊？周亚宁，你一直没说你到底是怎么认识陆清源这种高人的？在我去自杀的路上遇到了他，他说我命格被人换了，所以……我操！我知道谁帮唐安然换了你的命格。你说谁？当初我家打算跟唐家联姻，我爸那个人精，背地里早把唐安然家祖宗18代都调查清楚了。唐安然的爷爷以前是他们那边小有名气的术师，本来身体一直壮如牛，可就在唐安然10岁那年，他突然得了一场怪病。什么病？全身溃烂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大家都私下议论，说他是帮人做了什么逆天改命的大邪术，遭到了天道反噬。听说死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烂得不成样子，骨头缝里都流脓。说来也怪，自从老头子死后，原本平平无奇的唐家突然就发了疯一样好起来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他爸妈在那之后还生了个大胖小子，
现在他家公司规模大的惊人，不然我家老爷子也不会逼我跟他订婚。10岁，果然是10岁。唐家，你们果然是拿我一家的命垫了你们的富贵路。他妈的，我原以为唐家只是势利，没想到骨子里这么恶心。雅宁，你放心，我顾浩泽这条命是你和陆大师救回来的，这件事我管定了，我一定帮你把你的命格拿回来。谢谢你，顾浩泽。好的，亲爱的，我刚才签完合同，正往回供呢，别生气，我马上回来。活着可真不容易。周亚宁，哥这么难都在坚持着，你也要坚强点。等我消息，我会帮你的。人心真是这世界上最难揣测的东西。大伯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却亲手定死我父母的魂魄。顾浩泽本只是点头之交，却在生死边缘拉我一把。可我还是想不通，大伯为什么要帮外人害亲弟弟？我家有钱了，难道不比唐家更有利于他们吗？除非唐家给的诱惑大到让他们丧失了人性。雅宁，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。快说，什么主意？唐安然之前吞了降头师的降虫，他的身体会在几天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变黑、变胖、变丑。到时候咱们就安排人去唐家，说他这副鬼样子不是生病，而是因为换人命格遭到了老天的反噬。如果想活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命格还回去。这主意绝了，简直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你也觉得好对吧？事不宜迟，我马上给我师傅打电话，让他老人家亲自出山，陪我们演一场逆天改命的好戏。唐安然，偷来的东西终究是要还的，这场戏我看你怎么接。稳了，就这仙风道骨的造型，往唐家大门口一站，那就是妥妥的得道高人，说服力直接拉满。师傅，一切拜托您了。无量天尊，随我走吧。姐，你干嘛呢？这一上午绕着茶几转了几百圈了，晃得我眼晕。宁宁，你说唐嫣然是不是中邪了？啊？中邪？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来的中邪？真的，我今天早上偷偷去看她了。我的天哪，就这么短短几天，她整个人体型变大了1倍，肥得像个圆球。更可怕的是，她身高居然还缩了起码10公分，脸上密密麻麻长满了红绿色的脓疱疙瘩，跟蛤蟆一模一样。竟然这么严重，他疯了，把家里的镜子全砸了，房间里能摔的东西全碎了，谁进去他就咬谁，那个模样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听着真解气，等下我要多吃2碗大米饭庆祝一下。姐，你说唐安然好好的，家里又有钱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副鬼样子？是不是他背地里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，遭报应了？宁宁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哪来的报应？雅宁，计划进行的比预想的还要顺。我师傅刚从唐家出来，老头子往唐家大门口一站，抚着胡子长叹一声，杀气冲天。那帮被吓破胆的佣人立马就跪着把他请进去了。错不了，这体相突变，分明是强换他人命格，遭到了天道反噬。大师，求您救救我女儿！哼，救！你可知被换命那家已出了数条人命，冤魂已将状纸告到了地府，若不及时归还命格，不出3日，你唐家定要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唐家那对老狐狸本来还是将信将疑，结果顾浩泽这哥们儿真给力，他刚那边一发力，唐氏地产最重要的项目直接停工暴雷，违约金起码几个亿。唐安然他弟弟的车在放学路上被撞成了废铁，
好在顾浩泽安排的精准，人只是吓晕了，没受重伤。接二连三的横祸，唐家父母这回该崩溃了吧？没错，现在他们正哭爹喊娘的求我师父保命呢。估计这会儿正满世界找你的生辰八字，哭着喊着要把命格还回来呢。何其不幸！我这20几年家破人亡，受尽颠沛流离，又是何其有幸，我遇到了陆清玄，遇到了真心帮我的顾浩泽。我不幸的人生即将彻底结束，而那些吸着我的血过日子、害死我父母的畜生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宁宁，你可算醒了，你运气可真好，简直是老天爷掉馅饼砸你头上了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大早上的，什么运气？唐安然家昨天来了个不得了的隐士高人，一眼就看出安然确实是中邪了。那大师说得找个特殊生辰八字的贵人，在旁边帮他压一压煞气，病才能好。我一看那大师开出的八字要求，哎呦，那不就是你的生辰八字吗？一模一样。姐，我连自己具体的八字都记不太清，你怎么记得这么准？哎呀，宁宁，你忘了，小时候村里算命的都夸你八字生得好，是带财的福星。咱们自家人哪能记不住这个？宁宁，唐家可是顶级豪门，他爸妈说了，只要你肯去帮安然压一压，当场就给你100万，那可是整整100万现金啊！100万，呵呵，你们偷走我的命格，害死我的父母，让我20几年生不如死，区区100万就想买断2条人命，压煞，听着怪吓人的。大伯母，这对我不会有什么坏处吧？万一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跑到我身上怎么办？哎呀，瞧你这傻孩子说的，这可是大师亲手做的法事，是积德的好事儿，大师怎么会害人呢？就是啊，宁宁，大师说了，你是贵人命，邪祟根本进不了你的身。宁宁啊，大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现在公司也破产了，外面还欠着债，生活不容易。有了这笔钱，你下半辈子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的了。咱们一家人哪有骗一家人的道理？大伯母给你打包票，这事儿绝对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那好吧。这真的是唐安然？对于一个视美如命的豪门千金来说，变成这副鬼样子，真的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两位，躺下吧，守住心神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睁眼。这是我拿回一切的机会，一定要成。不知何时，我竟然睡着了。好暖，身体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。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。诗儿，哭出来就好了。从此以后，那些安杂事再也进不了你的身，尽管放心去走你的阳关大道吧。他这一觉会睡足3天3夜，中途切不可惊扰。3天后醒来，一切自会恢复原样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周小姐。那酬金不急，3日后见效再付不迟。雅宁，你的事儿办踏实了。接下来该轮到那个降头师了。阿泽，你好狠的心啊！竟然联合外人这么对你未过门的妻子！呸！谁是你未过门的丈夫？我当初看你摔倒，好心帮你，你却想要我的命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你这个恶心的魔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好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后能早与我们杀到。
那是什么？顾浩泽，快跑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妈呀，太恶心了！我不该来的，我只是个想拿回命格的普通人啊！为什么要让我看这种恐怖片现场？救命！陆清雪，快收了这些妖孽，真的太恶心了！这也太玄学了，这一包盐就把这玩意儿给秒了。这叫渗透作用，高浓度盐水能让它体内的液体流光，直接脱水而死。懂了吗？懂了。科学杀妖最为致命。本命虫没了，他现在就是个普通人。顾浩泽，你这偷窃罪报得够毒的啊！谁让他见钱眼开？住我家那几天，他把我妈保险柜里的珠宝首饰偷了个精光，光那几条红宝石项链就价值1000万，数额巨大。加上那些非法侵入的勾当，这辈子他都别想从牢里出来了，再也不见黑煤球。按照陆清玄的说法，本命骨一死，唐安然身上的降头术应该就消了。可怎么听说他还是那副又黑又肿，像个老狐婆的样子？管他变没变回来，反正我家老头子一看他那副鬼样子，当场就宣布联姻作废。亚宁，咱俩可是共过生死的交情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今天这活儿，我陪你干到底。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哎呦，周家这闺女疯了，哪有大清早带人来砍自家父母坟头树的？宁宁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要让你父母的亡魂不得安宁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师傅，请您给大伙说道说道，这树该不该砍？无量天尊，此女原本天赐鸿福，却在10岁那年被人硬生生借走了运势。借运之人为了怕死者去地府告状，必然会在这坟冢之上动阴损手脚。这石料树便是困杀亡魂的长钉。若不挖开这坟头的猫腻，周家这一脉便要永生永世给那窃贼当垫脚石。砍，一颗也别留。困杀亡魂，亲娘嘞，这年头还有这种阴损事儿？我看这道士8成是周家闺女找来骗钱演戏的吧？那可不一定，你们忘了，宁宁小时候那命好的让全村眼红，可自从10岁那年生了场大病，就跟被扫把星附体了一样，谁都没她倒霉，搞不好真是被人借了运。宁宁，你这是在胡闹！你爹妈在地下怎么安生？小爷爷，是不是胡闹？你看下去就知道了。顾浩泽，带人拦住小爷爷和大伯一家，谁也不许靠近坟头。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给我砍！给我挖！老板，快看！打开它。这是都凉飕飕。这就是我的好大伯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照顾。
不仅要偷我的命，还要让我爸妈在地下受万根穿心之痛。爸妈，女儿不孝，让你们受苦了。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人都走了还要受这种罪，真是畜生行径！我记得清楚，当初埋骨灰的时候，还有这些石榴树，全是宁宁大伯亲手张罗的。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那是你亲弟弟呀！你居然害死亲弟弟，还震他的魂儿，你怎么有脸活着？难怪你这几年换大房买豪车，原来是你家偷了宁宁的运势。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说，当时村里都传宁宁命格贵重，唐安然的外公外婆跟咱们是一个村的，他们就找上了我。他们骗我说认识个法力高强的大师，只要从命格好的人身上借一点运，大家都能跟着发财。我当时眼红老二家日子过得好，一时糊涂，听信了别人的话，偷偷拿了宁宁的八字和贴身的东西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唐家那些人是骗我的。他们说的不是借运，而是直接把宁宁和唐安然的命给调换了。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唐家威胁我，又给了我家一大笔钱和生意，让我一定要守住秘密。小叔，我真没想害死我弟呀，我也被人骗了，我真的是被人骗了呀！被人骗了？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贪婪，谁能骗得了你们？宁宁，别难过，以后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很放心，去吧，孩子。今日，唐氏地产宣告破产，董事长唐经纬夫妇因涉嫌经济犯罪，已被警方正式逮捕。黑心肝的畜生，滚出去！咱村不欢迎害亲弟弟的人。雅宁姑娘，别送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小道和师傅要回山去了。清玄师傅，我还没好好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那天在烂尾楼我早就死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行了，你再哭，顾道少爷该以为我这个当道士的欺负你了。临别前再送你一卦，小道算过你们两人的八字，那可是天定姻缘。顾浩泽以后会对你很好的，雅宁姑娘，你要好好过日子啊。顾浩泽，天定姻缘。哈哈哈。别哭了，你要是真舍不得清玄师傅，等咱们忙完这段，过几天我开车带你上山去找他玩，怎么样？他是我的天定良缘。好啊，到时候你可别嫌累。偷来的命还了回去，害人的人终是恶果。未来的我一定会过得很好。